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心灵乌托邦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析著名的心理学实验——米尔格兰服从实验。米尔格兰服从实验 （Milgram Obedience Experiment） 旨在探讨普通人如何在权威命令下违背自身道德原则，进而揭示人类对权威的服从性。米尔格兰的灵感来自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事件，特别是1961年阿道夫·艾希曼 （Adolf Eichmann） 在耶路撒冷的审判。艾希曼声称自己仅是服从命令的执行者，这促使米尔格兰思考普通人是否会在类似情境中做出残忍行为。实验结果震惊世界，显示出人类服从权威的程度远超预期。这源于代理人状态 （agentic state） 理论，即个体视自己为权威的工具，而非独立决策者。实验前，米尔格兰询问了多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，他们预测只有不到1%的参与者会完全服从，但实际结果远超预期。这也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。实验设计与程序：实验设计巧妙地模拟权威情境，参与者被欺骗以为这是关于惩罚对学习影响的研究。招募对象为20至50岁的男性，来自纽哈芬地区不同职业背景，包括邮差、教师、工程师等，共支付$4.5酬劳，相当于今日约$40。参与者通过报纸广告或邮寄邀请参与，总样本超过1000人。程序如下：老师和学生被分隔在相邻房间，学生手臂绑上电极，声称会接受电击，实际无电。老师坐在控制台前，控制台有30个开关，从15伏特 Z 到450伏，标记从轻微电击到危险严重电击，最后2个为 XXX。 老师读出一系列单词对，如蓝色女孩，学生需从4个选项中回想正确配对，若答错，老师需按下开关施加电击，每次错答电压增加15伏。学生从75伏开始发出预录的痛苦反应，先是呻吟，到150伏时要求停止实验，270伏时尖叫让我出去，300伏后沉默，暗示晕厥或死亡。若老师犹豫，实验者会用4级渐进的督促语命令继续：1. 请继续； 2. 实验要求你继续； 3. 你必须继续； 4. 你别无选择，必须继续。老师无法看到学生，但能听到声音。这设计确保参与者感受到道德冲突，继续服从权威，还是停止伤害他人。实验结果与发现，在最初的40名参与者中，65%、26人服从到450伏的最大电压。尽管所有人都表现出压力，如出汗、颤抖、咬牙，甚至大笑、紧张反应，仅35%在某点拒绝继续，通常在300伏左右。当学生停止回应时，没有人在135伏前停止。那时，学生首次抱怨心脏问题。米尔格兰记录了参与者的反应，许多人求助实验者，询问责任归属。实验者回应：“我负责。”这支持代理人状态理论。参与者将自己视为工具，减轻内疚。后续访谈显示，参与者相信电击是真的。事后多数人表示学到宝贵教训，但也有人感到创伤，影响与现代相关性。米尔格兰实验深刻影响心理学、社会学和伦理学。他解释了如越南战争美莱村屠杀 My Lai Massacre 或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，为何士兵服从不道德命令。教育上，他用于讨论道德困境，强调个人责任。总之，米尔格兰服从实验揭示人类的黑暗面，权威可轻易操控道德界限，但它也提醒我们，透过教育和情境设计，能抵抗盲目服从。尽管争议，这项研究永远改变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